昨儿傍晚，臣批复了兵部的折子，照准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的调防。皇上，这事儿若无是非，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；如有是非，皇上不可不防啊。这就对了。还有吗？仅此一项，便知深浅呐。其余的，老臣没有察觉。此去筹粮，你准备如何办差呀？精忠报国，为朝廷筹满300万担粮食。那有了粮食以后呢？200万担发往云南，充作平西王军粮；100万担赈灾，星夜发往各省灾区。300万担粮食全部运往灾区，一颗也不给吴三桂。臣遵旨。臣斗胆问皇上，如果鳌拜追问，老臣如何回答？这个，朕就不知道了。你是老臣嘛，该糊涂的时候只管糊涂。朕只要平西王吴三桂，恨他鳌拜言而无信。臣有数了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！都站好了，大家注意，站好！奉敖中堂的命令，今晚连夜火速拔营，以免惊扰百姓。出发！快！哎，东平，你知道鳌拜府在哪儿吗？奴才知道。咱们瞧瞧去。皇上不可亲身冒险，那儿不安全。有什么旨意啊？奴才给你办嘛。嗨，是啊，万一要是出了事儿，没有退路啊。哎，你们害怕吧？奴才才不怕。不瞒你们说，朕倒有点害怕。不过，朕不明白为什么，越怕就越想去瞧瞧他。朕觉得，这冷不丁扎到他的面前，他反而不敢把朕怎么样。苏麻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俩去就行了。哎，这，皇上，您为何一定要去瞧他呢？哎，昨夜朕又是一宿未眠，朕想知道他的真心是什么。今早起来，朕查了大臣们的履历，今天啊是他的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啊？生日。今天他55了。走吧。哦。奴才在前门外茶楼上守望着，嘿，亲眼瞧见皇上穿一身便服进了恒通殿。奴才在派人暗中打探，里头就住着钦犯武次友，就是那个炮制逆分的考生。随皇上同去的只有魏东亭和苏麻拉公。我说皇上近来谈吐不凡，动不动说古道今的，原来拜了个名师啊！就算我鳌拜不废他，他的皇位也会让他自己败掉。中堂大人，这正是个机会啊！我们可以在恒通殿附近布置埋伏，待皇上入殿时，当场做掉他，然后将弑君之罪转嫁到武次友身上。他不正是个钦犯吗？仇恨大清，攻击朝政，久怀不轨，暗藏杀机，样样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！太皇太后呢？这个老婆子可顶得上10万大军呢。皇上没了，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过他呀。不错，太皇太后是个明眼人，不过她既无兵马，又无证据。下官预料，事成之后，她不但无奈，而且得首先自保。明眼人往往是最现实的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得忍，大悲大痛之后，他只能接受现实，与中堂大人妥协。到那个时候，整个朝廷一下子就要倾斜到中堂这边来，大清的天塌了一半，
另一半就得靠中堂您来撑着了。到时候朝廷之上就已经是中堂大人您说了算了。您甚至可以逼他发布懿旨，将朝政全部移交给辅政大臣。最后，中堂大人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，决定还要不要留下这个太皇太后。其他的大臣都好办，经济卫戍也掌握在我们手里，只剩下一个九门提督561，不管他是不是保持中立，我都得换掉他，让他跟他的义父一块儿到牢里待着去吧。中堂，您就是大清的救世之君呐！老夫压抑的实在是太久太久了，一条龙缩成了一条小蚯蚓。老夫再不有所作为，平生所积的雄心韬略就要付诸东流了。如今真龙再现了，中堂之幸就是大清之幸，大清之幸就是我等臣民之幸啊！主子，我说过不见客。主子，皇上已经进府了。什么？带多少人来？只有魏东亭一个人随行。他这是来探看虚实的。快快出营！慢，现在出营太晚了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此刻是天赐良机。不，他既然前来，必有所防备。再说，我不愿意让他死在我的府上，让我坐稳了弑君之罪。在下回避了。万岁爷驾到！臣等有失远迎，皇上恕罪。平身，平身。列位爱卿都是来给鳌拜贺寿的吧？人不少啊。皇上，敖中堂因病谢绝作寿，臣等不忍，想来磕个头就走，不料惊动了皇上。朕出宫散散心，顺道路过这儿，一头就拱进来了，朕坏了规矩啊！皇上专爱臣工，是奴才们的福气，奴才们欢喜的紧呐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朕在这儿站着，你们不自在；你们不自在，朕也就不自在。你们聊着，朕瞧瞧鳌拜去，回头啊再来瞧你们。皇上下驾寒舍，老臣感恩不尽。听说你称病谢绝作寿，简朴从事，朕一高兴，冒冒失失的就来了。你不让大臣们给你作寿，朕就给你拜个寿。皇上体恤老臣，是天子宽仁之心，老臣何以为报？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还是躺到炕上去，坐着和朕说会儿话。你躺着吧。老臣不敢。你要是不肯躺着，就坐到炕上去吧。谢皇上赐座。鳌拜，朕看了公藏的档案，你是爱新觉罗氏的恩人呐。你在战场上救过先皇的命，自己却身负重伤。入关的时候，剿灭民兵，平定反叛，朕看了拍案叫绝呀。跟你说句知心话，朕是坐在你们这些人的功劳簿上才当上的皇上啊。皇上知道这些，老臣欣慰之至。你30岁寿辰时，太宗皇太极在军中为你作寿；你40岁寿辰时，顺治先皇在乾清宫为你作寿。今儿个，你55岁生日，却称病拒寿。朕不想看你受委屈，怎么的也得来给你拜个寿啊！朕
还要送一份寿礼，授你为首辅大臣，加封一等功，世袭罔替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朕走了，你上床歇着吧，明天早朝咱们再聊。皇上慢走，明天一早老臣上朝谢恩。这孩子啊，说到老夫的伤心处了。大人，您心软了。老夫受爱新觉罗氏厚恩，思来想去，费力之事，还是罢了吧。啊，中堂大人，这老夫做了一辈子忠臣，现已黄泉路尽了，不想再背上个千古骂名。中堂大人。中堂大人，下官理解您的心情，可是你也得为那些前来贺寿的臣属们想一想啊！万一今后你一旦不在了，皇上饶得了他们吗？再说，你也得为天下的子民和祖宗的社稷想想啊！康熙心胸如此狭隘，才忌贤良，这样的皇上保得住大清的江山吗？大人费力之举，万不得已，实属无奈。天降大任于中堂，中堂担心可照日月。中堂大人，康熙今日来此，意在交兵，这证明他已经完全察觉到了中堂的意图。现在双方都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你不动手，他照样动手。交代下去吧。明天一早，老夫上朝。遵命。你找谁？在下561与魏大人有约。哦，请。鳌拜反击已现，不日就要逼宫篡政。皇上命令我等于明日早朝时，当庭擒拿国贼鳌拜，并剿灭其党徒。好。皇祖母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我的孙儿。谢皇祖母。几年前，我就是在这儿劝说你皇阿玛不要弃国出家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次我失败了，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失败了。孙儿决心已定，不做刘阿斗，不做汉献帝，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皇上。孙儿特来禀告太皇太宗的在天之灵，表明孙儿除贼护国之意，并祈求天地上苍及祖宗们保佑大清。好，你这样，祖宗们能不高兴吗？孙儿啊，你认准的事，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做。眼下胜负未决，孙儿斗胆，请老祖宗弃驾奉天，暂避几日，待孙儿大功告成之后，亲往奉天迎驾。
你皇祖母我呀，这辈子见惯了刀光剑影，哪儿也不想去。我就守在这里，陪着列祖列宗，见证咱们的孙儿建不世之功啊！老祖宗，您还是避一避的好，让孙儿放心。没什么不放心的。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密调热河5000精兵，黎明前即刻到京。巴哈里率兵前往护驾，你看如何？老祖宗早已先机在握了。好，好，我去叫他们。好。你们都进来吧。爱新觉罗，玄烨，叩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。玄烨自继位至今，迭遭权臣鳌拜欺凌，朝廷与百姓也深受其害。如今已到胜败存亡之际，玄烨决心护国安民，振兴大清，除奸灭贼。护佑玄烨一举成功。请太皇太后辞训。请太皇太后辞训。好啊，我老太婆真是羡慕你们呐！你们个个都是少年英雄。你们知道，你们的皇上已经是稳操胜算，密调热河5万精兵。黎明时即可入城，你们只管大胆的去擒贼，活捉鳌拜。如今呐，我这身子骨上不得马，拉不开弓了。可是啊，我能够给你们摇旗呐喊呢。不过，我断定，你们呐，活到我这个岁数，再回头看看，这辈子，哪怕只管有那么一回，哪怕只做了那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那就没白活。小子们，为了大清，为了你们的前程，跟着你们的皇上去干吧！这，拿酒来。为爱新觉罗氏历代先王，为大清朝列祖列宗，为天下臣民百姓，捉拿鳌拜，诛杀奸党。捉拿鳌拜，诛杀奸党。干！今天把大伙都召集起来，是为了紧急调整京城布防。本都奉皇上密旨，今夜封锁内外城门，增添守卫。内臣无职不得入进宫，外官无令符不得进京城。9门之外更不得放入一兵一甲，违者据以反叛论处。平山勇，下官在。你有何心事？下官以为，京城突然变换布防，似乎太过异常。怎么，你以为我交织行事吗？下官没有这么说，下官只是认为，既然是紧急军务，皇上定有圣旨，军门应将密旨拿出来，当场宣读，下达给众弟兄，我等也好依旨而行。是，看看圣旨。你我众弟兄出生入死几十年，如今都混上个官职，肚里塞着俸禄，屁股坐着银子，熬到这个份上，就谁也信不过谁了。吴军们，下官当不起这个话，下官只是依律而行，不该问的绝对不问，该问的也不敢不问个明白。禀军门，哪个大臣班布尔善到？有请。这。9门提督，
561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着561晋为兵部侍郎，加尚书衔，赏双眼花翎，参知政事，九门提督一职，暂由副将平山勇署领。着561只道即行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吴将军，你我便是同朝为臣了，可喜可贺呀！哼，既然是只道即行，本官立刻料理一下，将军务交给平将军。平山勇，末将在。中堂大人有令，京城九门着你严加护卫，不得有误。请问班大人，如有人要进出城门，当奉何人手令？当然奉皇上的旨意，或者是中堂大人的手令才行。遵命。列位将官，有劳各位了。班某告辞了。班大人慢走。恭喜军门荣升兵部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如您不在意，下官就要开始行使提督之权了。怎么，立马就要赶我走了吗？大人应当只道即行，下官则应该另行禁止。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拿好你的圣旨，放炮击旨。我这里也有一份皇上的密旨，朕特旨561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，无任亲笔手谕，概不奉诏，钦此。将他们统统拿下。这些年来，你们每年都拿鳌拜几万两银子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们早已不是我铁盖的兄弟了，成了鳌拜的走卒，跟着他篡权乱政。看在你我多年出生入死的份上，我将禀报皇上，说你们是剿灭鳌拜时战死的，给你们留点名声和脸面，让你们亲人得到些朝廷抚恤。说实话，这不像我铁盖的为人。押下去吧。走。吴大人，吴大人，听着。京城安危，就在咱们这几个人手里。早朝以后，封锁内外城门，无论进出者执何人手令，都不准越城池一步。我们的侍卫呢？好，你们只对付百官，不准碰皇上。这儿，你们就守候在这个地方。那边要特别小心。记着，你们只对付魏东亭手下的侍卫，不必碰皇上。快，跟上，那边。关大人，大家都不碰皇上，那皇上交给谁对付呢？皇上已经交给鳌拜了，他们俩都是聪明人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只要3言2语，便能天翻地覆。列位兄弟，今天的风可真大呀，早起风不吉祥。秋风扫落叶，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呢。宫里仿佛添了侍卫，好些人都不认得呀。问班布尔善去，他是内廷大臣呐。皇上，驸马，朕不是让你把门槛砍掉吗？皇上说的是乾清宫的门槛。把这也砍了。
要是都砍了，就没有皇宫的气派了。哼！老夫参拜过2朝天子，效忠过3代君王，想不到今日竟要与这尊龙座势不两立了。老夫真是万般无奈呀！中堂大人，先前效忠于皇上，那不过是效忠一人而已，而现在则是效忠于天下。此时此刻，进一步是开天辟地，退一步则玉石同坟。待会儿当朝问罪时，应万万不可心软呐！老夫的心早已坚如铁石，我要当着百官的面质问康熙：先皇是如何教导你的？你为何要听信谗言，将老臣逼入绝境？你为何要重用汉臣，不遵祖宗旧制？你何德何能窃据帝位，祸国殃民？好，问得好啊！我要骂得他体无完肤，我要逼着他当朝拟旨，昭告天下，引咎退位。好，好极了，中堂大人，手握乾坤，口衔日月，分明是一派帝王气概。我大清子民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啊，罢了。宫内各处可布置妥当了？各宫都已经调换了可靠的侍卫，养心殿四周也设下了伏兵。那大臣们要是不识好歹呢？奴才便将他们统统抓起来，逼他们就范。好，班大人，事定之后，老夫封你为忠义亲王，加1等功，特命监国大臣，位居百官之首。臣谢恩，班布尔山总算遇上了圣君英主，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班大人，你看你，老夫并不想做皇上，老夫只想另立贤君，换代而不改朝，振兴大清。大人，边主子，康熙起驾了。接驾。这。怎么回事？快去打探！这。叩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鳌拜在这跪着接驾呢。传旨，说太皇太后病了，早朝推迟，说鳌拜前来问安。这，皇上，他要是不来呢？那不就露出马脚了？朕以为他一定会来。奴才就去。准备。这。敖中堂，皇上有旨，太皇太后病了，早朝推迟，着你前往慈宁宫问安。韦大人，太皇太后何时病的？午夜过后突然发病。生的什么病？太医说是着了恶寒，连带起旧疾发作，越发沉重了。既然太皇太后如此病重，皇上为何拖到现在才去探视呢？太皇太后以为只是偶然风寒，让人天明再报，皇上这才闻讯迟了，急得不行，刚才还痛斥了太医。回禀皇上，老臣马上就到。这，大人，班大人，你认为太后真的生病了吗？
我看不管是真病假病，中堂大人都应该多加防备啊。哼，不管是真病假病，我都不惧。一者，我们尚未动手，康熙并无证据；二者，我如不去探病，康熙与太后中堂大人，禀中堂，慈宁宫里的内应禀报说，太后夜里突发疾病，太医都在那儿急得团团转呐。康熙身边有多少侍卫？只有4个布库，除此外，无一兵一卒，也无一刀一枪。哼，那几个摔跤的小子，老夫见识过。那几个小子啊，根本不足虑。中堂大人，机不可失啊！你带着侍卫放心去慈宁宫。如果那边确无埋伏，便可在那儿将太皇太后与康熙一网打尽。我与内魔在此对付重臣，我们同时下手，彼此接应。外援也即将入宫，我已命平山勇打开宫门，这样以秦王平叛之名占领内廷。如此一来，大事可定。好，记住，我不动手，你们也不要动手。我一旦动手了，你们立刻弹压百官，领着我们的文武大臣兵进慈宁宫。帝太后下诏，康熙退位。这时辰到了，怎么还不入朝啊？自打开国以来，早朝时辰从没变过。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对呀，咱们应该上朝去见皇上啊，是吗？是啊，走。列位且慢，皇上有旨，太皇太后病了，早朝推迟，请各位大臣在此安心等候。来呀，给大人们上茶。说个图，既然是太后病了，做臣子的更应该前去探望啊。列位啊，咱们还是去慈宁宫吧。对，你上！你敢抗旨吗？各位臣工，太皇太后只是偶感微恙，绝无大碍。皇上的龙体也是吉祥着呢，稍请就会召我等上朝。现在呢，请列位在此安心品茶啊，不要给皇上和太皇太后添乱。是啊，快过来！你那个内应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他是皇上身边的国库。慈宁宫那儿怎么样了？一切均按照大人的命令安排妥当了。好。鳌拜此去，必然落入康熙的陷阱。奴才也觉得，敖中堂有去无回呀。当他们交手的时候，你率兵包围慈宁宫，以秦王剿贼为名冲进宫去。记住，一旦入宫，万万不可手软，必须将康熙、太皇太后当场斩杀。这2个人呢，他们都是宁死不会退位的。鳌拜之语就是心存幻想。当我把康熙与太皇太后杀死之后，我就将弑君之罪嫁祸于鳌拜，把他在群臣面前千刀万剐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朝中既无皇上，也无太皇太后，而我呢，则上有皇叔之尊，下有辅臣之名，中有除奸护国之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便能够理所当然地君临天下，而你则创下了开天辟地的千古殊勋呐！万岁爷，奴才生逢英主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办差去吧。这。中堂大人，太皇太后卧病在床，侍卫们不可入内。你们就在这里等候。
昨日皇上驾幸寒舍，老臣特来谢恩。跪下！老臣跪了大半辈子了，今儿个请皇上赐老臣免跪。你不问问太皇太后的病吗？太后无病，皇上倒是有一块心病，这病就是老臣。鳌拜，你欺君罔上，结党乱政，圈地害民，罪无可恕。朕屡次警告你，你却不思悔改。今日，朕要将你夺职罢官，交刑部审处。来呀，将乱贼鳌拜给我拿下了！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崽子，还想拿我？拿下！连号炮！关闭宫门，包围养心殿，慈宁宫，快！不对，禁卫怎么提前动手了？是不是我们的外援到了？不管有什么变化，只要拿住了皇上，就稳操胜券。快带上我们的人去慈宁宫。朕，出来！
广西，你退位吧。老夫曾受爱新觉罗氏厚恩，绝不会杀你。我保你终生平安富贵。逆贼妄想！朕宁肯玉石同岁，不会让你得逞。停！皇上，皇上啊！鳌拜图谋不轨，臣等前来救驾。皇上，开门呐！皇上，班布尔善，班布尔善，你这个狗贼！老夫上了你的当了，你不得好死！大爷去，装！皇上，开门啊！叛兵就要进宫了！臣等誓死护卫皇上！皇上，开门啊！